今天啊，咱们来聊一聊刘强东性侵案。这个案子啊，在2天前，原被告双方啊和解了，也就是在美国的法庭即将开始开庭审理前的2天左右的时间，其实陪审团的成员已经选择完毕了，马上就要进入到实体审理阶段的这个档口，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我猜啊，刘强东肯定是长出了一口气，但说句心里话，这个消息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多多少少有点小失望。为什么呢？因为那天的时候，我们的同事给我发消息说刘强东案和解了，我说啊，什么哪儿的消息？然后他就把这个报道给我发过来了。我一看，确实如此。为什么会有点失望？说句实话，这个案子在过去的4年里头，我一直非常关注。2008年啊，这个案子刚刚发生的时候啊，我就飞到了明尼阿波利斯，我见到了这个当天晚上啊，这个被害者啊，给那个当事人发短信。说这个刘强东把我睡了，那个短信的那个当事人，也包括给警察报警的那个当事人，包括那个在刘强东去明尼阿波利斯给他做地接服务的，还有那些全球学院里头其他的给 DBA 项目做志愿者的中国人。当时也调查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事实，但我回国之后呢，由于当时我的那个身份环境我没把这些信息披露出来。但是这个案子在过去的4年里头，每一步应该说我都非常关心，我也非常留意。所以今年这个案子终于要走到开庭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下了决心，这个案子开庭之后，我要找一个时间去明尼阿波利斯，开始旁听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然后呢，最终我用拍案的形式把这个案子中间最精彩的部分给大家讲解出来。其实这个有点借鉴我们几年前就是江歌案在日本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是这么做的。当时江歌案陈世峰在法庭上接受审理的时候，江歌的妈妈想要判他死刑，在中国征集了那么多签名，在日本也征集了签名，他全程旁听了法庭审理，我们呢也全程旁听了法庭审理。那么为什么对这个案子感兴趣？一方面当时这个案子当时引起了媒体巨大关注，另外一方面说句心里话，我也很想看日本的法院如何运用日本的法律审理一起2个都是中国人，就是受害方和被害方都是中国人的这样一种犯罪行为。我个人觉得，其实把这样的过程介绍给中国人，其实也会让很多中国人想一想，就是我们其他国家里头那个法律制度是如何发生作用的。这个呢，其实在我看来，其实就是推动一个社会进步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吧。所以刘强东案我们也想全程旁听的过程中做成拍案。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要搞清楚这个事情的真相。那么刘强东这个性侵案，这个双方各执一词，应该说它有很多灰色地带，它不像许多案子它可能那么泾渭分明。事实在生活中确实有很多行为并不是非此即彼，那个受害者认为这就是强奸性侵，而刘强东认为自己是无辜的。那么在这样一个充满扑朔迷离的灰色地带，法庭如何搞清楚事实呢？我个人觉得美国的司法体系有一点非常好，就是原被告双方的证据材料其实在审理过程中都会直接上网。比如说证人的证言提供的物证材料是吧？只要不涉及到个人隐私或者是一些怎么不方便公开的内容都会上网，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查阅。这一点我觉得太先进了。大家要知道中国的司法体系在哪怕是民事审判过程中，你这个证据材料它也不公开。你别说公开了，你在法庭旁听很多时候都会受到限制。比如说一共只给你留4个名额，其他人你想进不让你进，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尤其是一些敏感案子、舆论关注的案子。我当年在国内参加过很多次诉讼这个当时那些诉讼有的被媒体广为关注，那法庭上前面那一排坐的全都是法警真正给旁听的人一共就几个位置。但是你看看美国法律审判的过程中这种公开程度，证据材料一律公开。所以你想了解这个事情的原貌的，你想找到这个证据材料太方便太容易了。另外一点，这个原被告双方都得出庭，本人必须得出庭，接受法庭的盘问，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这个制度我觉得特别先进，特别值得中国法律来借鉴为什么？因为你当事人出庭要接受对方律师的盘问
对方律师的那些提问都非常非常尖锐。有些人经常说王局采访别人的时候提的问题都比较尖锐。你去到美国的法庭上，你去看一下那些律师的提问，那才叫尖锐呢。而且这些当事人出庭的时候，他必须伸手啊，宣誓啊，他要这个说真话呀。你必须宣誓说真话，不能欺骗法庭啊。那一旦要是让律师问出破绽来了，陪审员的心证立刻就形成了。当然了，有些人可能实在到不了法庭啊，但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规定啊，你如果是当庭的时候、开庭的时候你不能来，你也要在开庭前的特定时间，由法庭指定的地点接受对方律师的询问。这个我觉得太重要了，因为其实原被告双方，如果你本人都缺席的话，在哪怕是民事审判过程中间，也会缺少重要的一环，极其重要的一环。所以这个制度我觉得非常值得中国来借鉴。那么如果说句心里话，作为刘强东和刘景尧，你们双方当然可以不上法庭接受对方的陪审团的询问，你只接受对方律师在某一个地点的询问。但说白了，你不敢上法庭，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可能对方就会认为你胆怯了，陪审团的心证你可能就已经输掉1/2了。所以你看，为了这个案子的开庭，刘景尧和刘强东都表示要出庭。所以这个制度啊，我个人觉得有助于搞清真相，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白了，这也是给中国的老百姓打个样。为什么呢？大家你不要以为在中国，你说那些名人呐、这些政治人物、有权力的人物啊，这个性侵案多不多？或者说类似，咱不说性侵案吧，就是类似于像刘继阳跟他这种的灰色地带的多不多？比如说张高丽事件，对吧？彭帅就认为是性侵嘛，是吧？张高丽虽然没有出来解释啊，但肯定认为是双方自愿，对吧？尽管自己的太太在门口帮着把着，是不是？那这种行为、这种事情，如果在美国的法院审理会什么样？我觉得刘强东案就是一个特别好的样板。在中国审理会什么样？当然，中国进入不了审理阶段了，把你账号一封，是吧？媒体一封，把这个百度的一搜没了，这就解决了。在中国啊，但中国即便进入法庭审理，会什么样呢？大家可以看看那朱军和弦子案，对不对？我们比较一下，同样的类似事件，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下和美国的司法体系下，它到底是如何处理的，有什么区别？这是我的想法。但可惜啊，这个案子现在已经和解了啊，没有办法再继续看到那么精彩纷呈的这个庭审过程了。但是呢，在已有的这些法律证据的基础上，我们还是想仔细复盘一下这个案子。当然，今天我们做不到啊，今天我们只是来讲一讲这个案子的和解。那么，给我们一段时间，我们把这些文件啊的法律证据文件我们整理完之后，我们再来做仔细的复盘。我觉得这个案子值得我们中国人啊仔细的把这个事实啊搞清楚，尤其是现在的国内媒体也不敢做这样的话题，我们来做，是吧？那这个案子为什么会和解？我们今天就重点来谈谈这个话题啊。我个人认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这个案子我认为进入到实体审理阶段对刘强东不利，非常不利。为什么？这个案子其实在正式审理之前啊，已经开过不少次庭了。当然，那些开庭的内容啊，都是关于程序方面的审理。在那些问题的交锋过程中间，刘强东这一方都没有占到上风，甚至应该说有点落入了下风。比如说啊，原告方要求起诉的被告不仅仅是刘强东，还包括京东。刘强东反对啊，刘强东认为啊，这行为就是他的个人的，是吧？跟京东无关。但是原告方提出来的证据非常有力。第一，那天晚上请客吃饭的时候，买单的是京东，不是刘强东。刘强东不是用自己的钱包买单的，是京东买单的。这个$2000左右，是吧？这钱对刘强东虽然是小钱，但刘强东也舍不得从自己掉包出钱，他还是要让京东的投资人给他共同支付这笔钱。这在国内非常普遍啊，但是在法庭认定这就属于职务行为。第二，刘强东的助理其实是京东给他配的，并不是刘强东自己掏钱雇的助理。那么那天的整个过程中间，他的助理是深度参与的，比如说，预订饭店，包括跟那个刘景尧谈判，一开始谈判，8月31号的时候啊，两个人聊都是跟他助理聊的。还有那天晚上，刘景尧带着刘强东一起去他自己的房间的时候，那个过程，他的助理也跟着呢。
所以他的助理也是京东的这个职务行为，并不是他个人行为。第三是什么呢？对，第三就是刘强东在这个酒桌上，也包括在刘敬尧的这个房间里，跟刘敬尧都提到了可以把他弄到京东里头去工作。你想想，这个肯定不是以刘强东个人身份来做的许诺，只可能以京东的董事长的身份来做这个许诺嘛。所以后来法庭裁决，这个京东就是被告之一，跟刘强东一起上法庭，这事儿就闹得有点大了。你想想，京东在美国上市啊，然后呢，他作为一起性侵案的被告，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披露出来一些更多的细节，其实那个影响就不仅仅是刘强东了。刘强东后来他自己辞了这个京东的董事长，但是京东如果在审理过程中间发现有很多刘强东跟京东之间的这个不可告人的事情，那对京东来说，那的影响是毁灭性的。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就是刘敬尧在一些证据材料中间也显示啊，其实刘强东在案发之后，在国内动用自己的权利，动用自己的资源，对当事人造成了2次伤害。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事发不久，是吧？在国内有一些媒体啊，其实是给刘强东站台。比如说澎湃写过一篇文章，说刘强东的律师说那个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是自愿的。这篇文章啊，说白了，从我们媒体人来看啊，基本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洗地文，这是个公关稿，是吧？因为刘强东京东的势力很大嘛，对吧？这就买通了这个澎湃，是吧？写了这篇稿子，因为你是单方事实嘛，而且你标题写的那么耸动，就是引述单方律师南方周末这样的一个说辞，说实在的，这是有违职业道德的啊。然后呢，他还买通了南方都市报，把当时那个事发当天的那个视频材料剪辑成了一个片子放在网上。那个片子给人感觉全程都是那个女的啊，受害者拉着手把刘强东拉到自己房间的。当然，这个其实啊，这个从正常的判断来讲，也是刘强东或者是京东动用了自己的资源，因为这些大企业跟这些媒体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好。这些媒体说实在的，平时可能也需要这些企业给他们提供支持嘛，广告嘛，什么之类的。所以呢，这些信息在国内非常有效。当时京东做的这个国内的媒体的公关啊，所以国内很多舆论就认为这个受害者是仙人跳嘛，敲诈嘛。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在美国适得其反，因为受害方会认为你动用了你的社会资源，对受害者制造2次伤害。这是这个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就是刘敬尧的一些证词，就是说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那桌子上坐的还有一个叫李伯谈的人。这李伯谈是谁啊？李伯谈是这个贾庆林的女婿，也是长袖善舞，在政商之间啊，长袖善舞。这个人其实你在很多新闻里都可以看到这个人啊。他在日本活动也挺紧密的。那么他那天出现在那个晚宴上，旁边还有一个叫李华的人，李华就是跟习近平家族做生意的人。那么这些信息显示，那么刘强东跟这些政商人物、跟政界人物关系非常密切。所以当时刘强东这一方呢，就跟法庭提出来说，这些证据材料不能提交到法庭上，我们反对，说这个跟本案无关，是吧？但是最后法庭裁决可以放到法庭上。这个对刘强东也非常不利啊！大家你可以想象一下，美国的那些陪审团员听到刘强东跟那些政府官员勾结，你想想对他是个什么印象？所以我说，这个案子如果真要是进入到法庭审理啊，对刘强东是非常不利的。那么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因素，大家都知道20大马上就要召开了，10月16号，而这个案子什么时候开庭啊？10月3号。而整个法庭的审理过程大约要持续4周，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基本上全程覆盖了16大召开的过程。大家想一想，这是不是什么感觉？犯忌，对不对？16大召开的过程中间，人家要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你刘强东一个董事长，因为你的丑闻在美国法庭上在审判，你以为那是在审判刘强东吗？那是在审判整个中国啊！
在审判整个中国的官场啊，在审判整个中国的权力场啊。如果在那个过程中间披露出那些细节，跟政府之间的关系，跟权力之间的关系，你想一想，如果要是那个天字1号人物看到这些消息，这刘强东会作何感想？会对刘强东作何感想？会对刘强东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所以我个人觉得，刘强东之所以在法庭开庭之前2天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事情案子给和解了，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基于这个考虑，我认为刘强东一定出了大价钱，远远超过这个受害者当时在事发之后不久向刘强东索要的那个数额，否则不可能。因为当时他要的那个要钱还是一个人，然后后来这还有这么多律师团队工作了长达4年的时间，你想一想，这个过程中间那个支出是巨大的，每一个律师在代理这样的案子过程中间都要分成嘛，是吧？所以我认为刘强东为了这个案子的和解，一定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我想讲一讲啊，这个案子幸亏发生在美国，如果要是发生在中国，在中国走司法程序，我认为这个受害者刘静瑶大概率会被以敲诈勒索罪给抓起来，不但获得不了所谓的和解赔偿金，他搞不好就进去了。为什么？因为你看中国的很多人就认为他是在搞敲诈勒索呀。因为8月31号这一天，确实这个受害者就找刘强东要钱了。我当时在明尼苏达调查的时候，我手里还有一张照片，就拍到了他跟刘强东的助理谈判要钱的这个过程。这个如果是在中国法律下，很可能就作为他敲诈勒索的证据。而且他第2天9月1号给刘强东的律师打电话，他也明确说自己的要钱了。刘强东的律师还全程录了音，这都是证据啊！在中国这就认为是敲诈勒索啊，但是在美国大家都知道，你看最终可能刘强东还付了一大笔钱才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在美国的这个司法体系下，对这些名人、有权势的人、有权力的人，面对这种性侵的指控，他在更大程度上是保护了弱者，而对强者给予了更多的限制，你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刘强东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在美国出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把在中国那些行为习惯带到了国外，但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在中国他其实可以要权利，要么用权力，要么用金钱可以搞定的事情，在美国搞不定。大家可以想想，这种案子如果在美国能曝光出来吗？不太可能吧。就算那天晚上这个刘景阳报警，刘强东能够被警察抓去吗？就算抓去，能上网吗？但刘强东当时被警察抓去之后，按照美国那个程序，就给他穿着黄衣服拍了一张照片，就他有个特定的网就上去了。当地的华人媒体一看，哟，这不是刘强东吗？于是呢，这个新闻就爆出来了。你想想，这在中国可能吗？所以其实他在美国，他用中国的权力搞不定这件事情，他用钱也搞不定，他必须遵循美国的司法体系下，按照既定的游戏规则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对于许多中国有钱有势的人来说是非常非常不习惯的，但是对于建构中国社会规则来讲，我认为它非常有启发。所以呢，我特别想把这个案子整个好好的复盘一下。当然了，因为当年我在明尼苏达做过调查的时候也做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也调查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我在今天这期节目也可以稍给大家稍微讲一点。这刘强东上的这个所谓明尼苏达这个大学的这个 DBA 项目，说句心里话，就是个骗子项目。它在中国和美国2个国家都不太合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项目啊，学费是150万人民币一整个项目，非常高啊，比其他的那个所谓的 DBA 项目都是4-5倍的价格啊。但是你在国内找不到这家大学的报名途径，清华大学的网站上你找不到。这个项目说白了是推荐制，是清华大学推荐你，不需要考试。一个所谓的 DBA 博士项目啊，工商管理博士不需要考试，没有门槛，推荐你就可以。但是呢，这个项目在教育部没有备案。我们国家规定了，中国的大学跟国外的大学联合办所谓的工商管理课程，必须在教育部网站备案，但清华大学根本没有备案，所以这是个非法项目。
在美国为什么也是非法项目呢？因为这些人进入美国的时候拿的都不是美国的学生签证，拿的都是旅游签证。为什么没有拿学生签证？也就是说，明尼苏达大学并没有给美国每月这些人提供所谓的在学校注册学习的这样的一个 offer， 而且明尼苏达大学里查不到这些学生的身份，因为明尼苏达大学所有的学生都会有自动按照自己的名字生成一个所谓的邮箱。我们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查呀，查不到刘强东的信息啊，查不到所有学员的信息啊。也就是说，在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系统里是没有这些人的。更重要的一点，这个美国其实有个规范，就是你跟国外办学你在这7天的时间，这些中国的富豪在明尼苏达大学里面去上课这上课的内容必须是明尼苏达大学自己的常设课程项目。但其实刘强东这些人他们在明尼苏达上的这个课都是专门为他们开的课，7天的时候上了3门课，这3门课其中还有1门是品红酒的，实际上就没怎么上课，这些课别人也没法选，这些课在明尼苏达大学的这个课程表里你也看不到，所以其实这个项目说句心里话，就是明尼苏达大学跟清华大学联合在一起骗钱的项目。当然这个新闻爆发之后，这个项目也停了如果他要是没问题，这项目也不会停，对不对？当然，更重要的一点，在这个事发之后，还给大家报一点我了解的信息。事发之后在这个项目过程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人，叫崔海涛。崔海涛是明尼苏达大学全球学院的副院长，也是整个这个项目的发起人。他是个中国人，也是清华早期的毕业生，后来在美国搞大了，就搞了这么一个项目。这个崔海涛也是介绍这个女事主进入到这个志愿者项目的人。事后他们双方之间发生了矛盾，网上流传了一份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大家可以看一下在那份微信聊天记录里头，刘敬尧跟崔海涛提到了性交易，此前的这个项目的性交易。我可以给大家讲这个性交易是什么。这个项目在刘强东他们来的时候，这是第4届，此前一共搞了3届。但前3届的时候，说实在的，这个项目没什么像样的人，招的都是煤老板。唯一一个有名的人是凤凰卫视的女记者，叫这个刘什么丽，就是做那个凤凰大视野的那个主持人。其他的都是煤老板。就在这个项目的前1年，也就是刘强东他们的前1年，第3届，他们明尼苏达大学为每一个学员来都配一些志愿者配一些小姑娘中国人给他们做翻译给他们提供一些这个生活上的这个服务比如说你去哪玩的时候给你陪一下子，是吧？这个煤老板到那个地方当即拍了钱，就把陪他那个小姑娘给包起来了。这个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尽人皆知，成为丑闻。所以就在这一届第4届的时候，就禁止女生在这个项目中间做志愿者。刘敬尧是唯一的一个例外，介绍他的人就是崔海涛。好，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吧。以后关于这个案子我们在全部材料整理完之后，还会给大家讲。